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欢迎回来。今天是8月3号，奥运会比赛日的第8天。在今天的奥运专题系列中，我们将聚焦跳水与体操这两个项目，并聊聊与它们密切相关的体能、柔韧性和平衡性。跳水和体操具有高难度、高欣赏性的特点。跳水运动员在高空中要完成多达3次旋转、4次翻腾，最后还要完美的入水。而体操运动员则需要利用各种器材在场地中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技巧动作。跳水和体操选手需要具备的体能众多，尤其是体操可谓是体能之王。它包含爆发力、力量、速度、柔韧性、平衡性、灵敏性、协调性以及运动准确性。可以说，除了耐力方面，涵盖所有的体能素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柔韧性和平衡性。首先介绍柔韧性。柔韧性是指关节及其周围结构在活动范围内的运动能力。柔韧性不仅能提高运动表现，还能减少受伤的风险。跳水和体操选手需要通过各种复杂的动作展示身体的灵活性和柔韧性。例如，跳水运动员需要在空中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并在入水时保持优美的姿态。而体操运动员需要在平衡木、鞍马和自由操等项目中展示各种动作和技巧。柔韧性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柔韧性的高低受到关节结构、肌肉和结缔组织的弹性、神经系统的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关节结构决定了活动范围的极限，这是人体先天的结构决定的，后天的训练无法改变。而肌肉和结缔组织为柔韧性的提高提供了最大的改变空间，而神经系统通过调节肌肉的张力，确保动作的协调性和流畅性。在我以前发过的关于柔韧性的3期视频中，我讲过，柔韧性分为主动关节柔韧性和被动关节柔韧性。主动关节柔韧性是指肌肉在自主收缩的状态下，扩大关节活动的范围。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运动员在空中的柔韧动作，就是靠肌肉的自主收缩完成的。而被动关节柔韧性借助体重、他人、设备的外力，使关节处于伸展状态下的柔韧性，就是靠外力影响完成的。所以大家一定知道，主动关节柔韧性才是有用的，而被动关节柔韧性用处不大。我们平时在健身房里看到的都是被动关节柔韧性的训练。我要说这些训练是浪费时间，很多人接受不了。不过事实就是如此。被动关节柔韧性只能让你变得更软，但你真正需要的柔韧性是变得更弹。因此，静态拉伸只能提高被动关节柔韧性，而主动关节柔韧性则需要做静态和动态2种拉伸，并搭配肌肉训练才可以达成。如果你需要柔韧性这项体能，那就去练主动关节柔韧性吧。还有，柔韧性训练常常被男性忽视，这会导致肌肉紧张或者运动损伤，肌肉生长的速度也会受到影响。而女性则可能过分重视，这会导致关节过度松弛和肌肉质量降低。因此，要根据自我的需求进行训练，冲破按照性别训练的模式。接下来介绍平衡性。平衡性是指在静止或者运动的状态下，身体保持重心稳定的能力。在跳水和体操中，运动员要时刻保持身体的平衡和稳定。平衡性的高低受到大脑前庭系统、肌肉力量和本体感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前庭系统是负责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的内耳结构，它能帮助大脑判断身体的姿势。举个例子，在柔道中，你被对手做了个背部头，当你的脚离开地面在空中飞翔时，你应该知道哪里是天，哪里是地，这样才能保证你落到地面时是身体心着地，而不是脑袋心着地。这个能力在婴儿阶段就应该开始进行感统训练，训练的越晚，改变的空间越小。而肌肉力量可以提供稳定性，支持身体的平衡。这里的肌肉力量主要是指核心肌群的力量，而不是来自表层肌肉的力量。至于本体感受能力，是指身体感知自身位置和动作的能力，就是身体对空间的位置感。刚才说的前庭系统是大脑的位置感，两者兼备才能帮助你在各种运动中保持身体处于可控的平衡状态。所以平衡性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看你跟头摔得精彩不精彩，但在运动层面，再精彩的跟头也可以平稳落地。提升平衡性可以使用平衡板进行训练，增强前庭系统的功能和身体的协调性，再加上核心力量训练以及单腿支撑训练，增强下肢的平衡能力和稳定性。又说到了单腿训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上期的视频中提及过。
记住，这是有竞技运动需求的人才需要训练的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不常摔倒，就说明你的平衡能力是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你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时间来进行平衡训练。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跳水和体操是高度依赖柔韧性和平衡性的运动，运动员需要通过静态拉伸、动态拉伸和肌肉训练来提高柔韧性，通过平衡板训练、核心力量训练和单腿训练来增强平衡性。在健身训练中，我们要根据自身的体适能需求安排训练，避免盲目追求一方面的能力，而忽视了整体的平衡。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